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全球新闻。今天的川普总统在白宫传统的火鸡赦免仪式上，和火鸡有一段非常搞笑、有趣的互动。今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川普总统通了电话，双方再次确认了彼此对于印太地区安全的共识。而日本方面的强硬态度让中共一时间是骑虎难下，非常的窘迫。另外呢，俄乌和平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乌克兰方面已经表态同意了最新的和平协议框架。好，下面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川普总统祝全国民众感恩节快乐，赦免火鸡，场面逗趣。高市和川普通话，日本重申对台湾有事的立场不变。15国联合声明谴责中共侵犯人权，学者表示全球正在围堵中共。孙文胡肖案庭审，揭孙文与中共总领馆过从甚密。乌克兰同意修订版和平协议，俄乌和平在望。美国移民政策再收紧20万难民身份，或将全部重审。中国大陆流感高发，大量学生感染，多地出现停课潮。您正在收看的是新唐人全球新闻，在美国纽约总部为您播报。周二，川普总统在白宫主持了传统的火鸡赦免仪式。在总统讲话的过程中呢，那只火鸡咕咕叫，多次抢戏。川普总统风趣地说，他非常的训练有素哈，场面非常搞笑。下面是本台驻华府记者张亮、任浩发来的报道。川普总统今天祝福全国人感恩节快乐时呢，被赦免的火鸡咕咕叫，趁机插话，似乎呢在要传递祝福。另一只火鸡摇摆走呢，则趁人不注意，在白宫做了一把观光客。演讲中呢，总统借火鸡批评了反对者，感谢神的恩典，宣布俄乌和平协议即将达成。We thank God for His many blessings and the great success that this country has seen in the short period of time. I hope all Americans will have the chance to enjoy the fellowship of family and friends and renew our faith in God's providence. 感恩节话感恩，川普代表全家送祝福。On behalf of the First Lady and the entire Trump family, I want to wish all Americans a very, very happy Thanksgiving. Today we continue a time-honored American tradition. Well, that's a well-trained turkey. 川普称赞今年被赦免的火鸡长得壮，每只体重呢都超过50磅。谈到赦免，他提到将推翻几乎所有拜登任职期间赦免的案件，但不会追究拜登之子亨特。同时呢，让去年大赦的火鸡桃子和花乐享余年。谈到民生，川普说，从火鸡、土豆到火腿、鸡蛋各类商品价格在下降，南部边境呢已经安全。下一步呢，他要把安全带到更多民主党管理的城市。They burned this beautiful woman riding in a train. A man was arrested 72 times. 川普批评芝加哥市长和伊利诺伊州长不作为，他敦促呢允许联邦执法协助芝加哥安全。We could make Chicago a safe city in a period of 4 weeks. In a period of 8 weeks, 9 weeks, 10 weeks, it would be totally safe. 赦免火鸡时，现场只有咕咕叫。有趣的是呢，这只大鸡突然全身炸毛。It's like a rather violent bird. Are you ready? Gobble. I just want to tell you this very important. You are hereby unconditionally partner. Praise the Lord. 跟咕咕叫、喜欢聚光灯不同，摇摆走呢低调了逛了逛白宫。在新闻简报室，他受到了记者的欢迎，但很低调。白宫发言人莱维特1岁多的儿子尼克呢，无意中抢镜，吸引了聚光灯。两只火鸡展现出的健康和快乐呢，让外界点评。总统的让美国再次健康的项目很有效。今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说，按照约定呢，他跟川普总统通话，就美日同盟和印太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
川普在电话中介绍了最新的美中关系和跟习近平周二通话的内容。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亮、任浩，美国华府报道。这是个欢乐的新闻啊！感谢张亮和任浩。今天呢，高市首相和川普总统通了电话，进一步确认了美日之间的紧密合作的关系。同一天呢，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再次表态，首相高市早苗有关存亡危机事态的一贯见解不会改变。周二，高市早苗与美国总统川普通电话，讨论了中美关系，这也是日中爆发重大外交冲突以来两人首次通话。トランプ大統領からは昨晩、行われた、米中首脳会談を含む、最近の米中関係の状況について、説明が、ございました。合わせて、私が出席した、G20、の様子についても尋ねられましたので、お答えをいたしました。トランプ大統領からは、私とは極めて、親しい友人であり、いつでも、電話をしてきてほしいというお話がございました。で会談内容でございますけれども、これ外交上のやり取りでございますので、詳細については差し控えさせてください。同一天，日本政府发言人木原忍重申，高市早苗的言论并没有改变政府对存亡危机事態的一贯見解。事実に反する中国側の主張は受け入れられず、日本政府としてはしっかりと反論、そして発信していく必要があると考えます。日中間のさまざまな対話を行うことについては、日本側はオープンな立場であります。据日本媒体报道，外务省副大臣船越健裕在周二会见了中共驻日大使吴江浩，而双方也曾在11月14号会晤。当时日方对中共驻大阪总领事薛健的斩首论提出抗议。另外，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视察距离台湾不到110公里的与那国岛，并宣布将部署中程防空导弹后，中共周一派出无人機穿越台湾东部外海和与那国岛之間的空域。日本防衛省与中華民国国防部都證實這一事件。昨日、推定中国無人機が与那国島と台湾との間を飛行したことを確認しています。中国は我が国周辺での活動を活発化させていますが、今回のように無人機の活動も活発化させています。对于中共批评日本部署导弹是刻意制造地区紧張，小泉进次郎重申，日本将在堅持和平防衛理念的前提下加強國防。我が国に侵攻してくる航空機やミサイルといったさまざまな、空を経由する軽空脅威に対処するための防空任務を担う部隊であって、島の安全を守る、日本を守るための部隊であります。防御を目的とした装備品であって、他国を攻撃するものではありません。中华民国国防部也侦获共機11架次及共艦5艘，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国军运用任务基建及暗制飞弹系统严密监控与应处。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郭约西综合报道。日前，中共官媒报道称呢，习党魁致电美国总统川普，谈及了台湾问题，但在事后白宫方面的发文中呢，只字没有提到台湾。专家表示呢，中共反日行动闹得太大，而日方的态度之坚决令中共是骑虎难下。于是呢，习党魁期望求助川普，以便找个台阶下，但未必会有效果。周一晚间，习党魁与川普总统通电话后，中共官媒宣称他与川普讨论了台湾议题。川普总统则在社交媒体上说，与习讨论了俄乌战争、芬太尼、大豆农产品等议题，丝毫没提台湾。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这次是习近平主动致电川普。这次川习通话是在日中关系恶化紧张时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曾表示，如果台海发生武力冲突，日本可能会介入军事行动来维护日本安危，引发中共跳脚。中共随后对日本实施经济报复、外交施压和武力恐吓。分析认为，习党魁这次通话应是企图要求美国对日本有关台海局势的态度做说明，同时也借美中贸易协议蜜月期化解日中危机。中共自己加进来的这次的台湾问题，这个问题呢，在上次佛山会谈的时候没有提，当时川普做了个很明确的表态，台湾就是台湾。但是呢，这次习近平是因为中日围绕台湾问题产生了激烈的冲突，日本的态度空前的强硬，在这时候呢，习近平想把美国拉进来，想对美国打了个历史牌，要尽量把美国拉在自己的一边。
所以这次就非常的强调，中美在二战中的同盟，共同打击日本。分析指出，中共在历史叙述上偷换概念，这种叙事不仅混淆视听，还意在淡化当今美中对抗。习近平强调，中美在2次世界大战中的合作实际上是在偷梁换柱啊，因为在2战中与美国政府合作，与美军合作的是中华民国政府，也就是现在的台湾政府啊，这个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任何的关系。那习近平这一次之所以打电话给川普，主要的原因是希望通过川普向高市早苗施压，让日本政府让步。但是呢，毫无疑问，川普根本就没有接招啊，习近平的目的落空了。分析认为，总体而言，这通话是中共的外交试探，但成效十分有限。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证实，日本在距离台湾不到110公里的与那国岛部署防空导弹，增强防御。这个小泉进次郎的这个活动，基本上就是非常清晰的告诉习近平，美日联合保卫台海安全的这个决心是不可动摇的。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陈月长春采访报道。近日，在联大第3委员会上，15个国家联合发布声明，谴责中共长期严重侵犯人权，包括对法轮功修炼者等群体的任意拘押、酷刑和文化灭绝。声明要求中共立即释放所有因行使基本权利而被关押的人士。11月22号，15个国家在联合国大会第3委员会发布联合声明，指出中国存在严重且持续的人权侵犯行为，维吾尔人、藏人、基督徒及法轮功学员等群体长期遭受有针对性的镇压，包括酷刑及摧毁文化遗产等。声明要求中共立即释放所有因行使基本人权而被拘押的人，同时敦促各成员国呼吁中共解决侵犯人权行为，并推动问责机制的落实。这15个国家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以色列、乌克兰、阿尔巴尼亚、捷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北马其顿、帕劳、巴拉圭和圣马力诺。加拿大人华裔作家盛学指出，这次15国集体发声，将推动全球全面围堵中共的影响力，促使结束中共暴政。这一次15个国家共同在联合国集体采取这样的一个行动呢，应该说是跨区域、跨阵营国家的一个共同的出手，这也会推动整个国际社会进一步形成共识。就是呢，可以从多方位、多维度的去围堵中共的影响力，当然也可能就，真正的形成，就是促动结束中共暴政这样的一个目标。声明中强调，中共持续存在强制劳动、大规模监控、任意拘押、跨国镇压、文化灭绝、宗教迫害等行为。盛学表示，这意味着国际社会已经从对中共的外交关切走向切实的法律指控。从人权的关切是提升到一个系统性犯罪的指控，有些行为是完全符合像国际法当中列明的，像群体灭绝罪反酷刑公约、强迫失踪公约、反人类罪等等，这些都是国际犯罪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关注点。那么所以说呢，就是这意味着国际社会现在对中共现在是走向法律化是一种要真正的有行动的这么一个阶段。前北京律师、民阵加拿大前主席赖建平认为，本次声明将让全世界更加质疑中共统治的合法性。这么多国家站在一起来指证中共的这个恶劣的人权状况，侵害中国公民的基本人权和自由，那么对中共来说毫无疑问是一种压力，特别对中国共产党的这个统治的合法性会让全世界呢认识得更加清楚。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琴、李丽采访报道。纽约州长的前副幕僚长孙文被控外国代理人以及收受回扣和洗钱案的庭审本周一进入第7天。法庭聚焦孙文协助中共阻断台湾和纽约州府的互动，以及夫妇2人在纽约州府的防疫采购中，通过他们亲戚关联的企业所谋取的巨额利益。
法庭文件指出，美国虽然没有与中华民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但联邦与州政府都与台湾保持稳定且公开的非官方关系。纽约州政府从未限制高层与台湾代表的互动。然而，从2016年起，孙文配合中领馆要求，逐步降低台湾代表与州政府互动，包括指示不得安排台湾代表见面、反对州长承认台裔美国人传统州等。法庭上展示的大量电邮与手机短信显示，孙文长期向纽约中领馆通风报信，阻挠台湾代表与州政府接触，并在事后向中领馆邀功请赏。孙文在发给时任中共驻纽约总领事黄平的一份短信中说：“我已成功阻断州长、副州长与台湾经济文化代表处之间所有正式与非正式会晤，我本人与他们保持的往来也仅限于最低限度。”孙文还向黄平请示，是否应继续避开任何可能被视为承认台湾的互动。他还与黄平讨论中共领馆参与纽约州博览会的安排，主动提供建议，协调展位与活动规划。两人的私人往来同样密切。孙文多次向黄平索要由其御用厨师制作的南京盐水鸭，并直言：“黄大使，我想吃盐水鸭。”黄平则承诺会尽量安排。孙文也积极回应中领馆的各项要求。例如，2021年7月，黄平要求他协助为新任中共驻美大使办理机场通行证，以便前往肯尼迪国际机场迎接。孙文立即回复，表示可直接联络机场，以便加速流程，甚至愿意亲自到机场协调。证据还显示，孙文与多名中领馆高官联系频繁，除了总领事黄平，还有领事张林、副领事李丽华等。2019年，在时任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访问纽约期间，孙文竟出现在亲共侨领梁冠军举行的抗议活动中，一度引发侨界哗然。证据还显示，2020年中共病毒大流行初期，孙文与中领馆4名官员密集联系，并在协调防护物资运输的同时，要求中领馆推广其丈夫胡萧关联的货运公司 Air City。Air City 是由胡萧的密友经营。然而，孙文对中领馆称 Air City 是胡的物流公司。同年获得推荐的 Air City 向纽约州收取超过70万美元物流费。另外，检方呈交的财务证据显示，在孙文的推动下，纽约州卫生厅向其表亲关联公司 High Hope 和 JCD 订购防护口罩和手套，总金额超过2000万美元。胡萧在交易中获利超过800万美元。检方指出，胡萧指示表亲公司通过其名下另一关联实体，以3笔各50万美元，向胡萧以亲属名义开立的账户汇出150万美元，而付款日期恰好在卫生厅向该表亲公司支付最后600万美元的2天前。这150万美元随后被转入由胡萧控制的账户。此外，孙文也安排联合公司成为州府防疫用品供应商。2020年3月，他以口罩供应商为题推荐该公司，并跟进合同。被告电脑中的州府内部文件称，该公司由中国商会推荐，但证据显示此推荐并不存在。新唐人电视台记者赵凤华综合报道。有消息指出呢，川普政府即将对近20万名难民进行全面的审查和重新面试。这20多万人呢，全部都是在前总统任期之内入境美国的难民。专家指出，即便已经获得了身份，一旦被发现从事违反美国价值观的行为，政府依然有权利撤销他的身份并驱逐出境。根据路透社报道，一份美国政府内部备忘录显示，川普政府已经下令对所有在前总统拜登执政期间入境的难民进行全面审查，重新面试约23.5万难民。一旦发现不符合难民标准，当局会终止申请人的难民资格。你哪怕已经成为了公民，那么在你的绿卡申请、公民申请，或者是最早的庇护申请的等等的过程中，只要有发现有造假的话呢，随时可以是被取消的。根据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局长乔·埃德洛签署的这份备忘录，这批审查涉及2021年1月20日至2025年2月20日期间入境的难民。备忘录也命令停止处理所有拜登任期内的难民永久居留申请，直到移民局提出新指示。我觉得这种审查的话呢，它有可能是全面启动审查，有可能呢是对一些人受到了举报啊，或者有些人他的行为已经被移民局实际上是有海关是有记录的。你本身你是难民，结果你已经来回走了好多次，他们本身内部可能也有一些记录。我不知道他是具体的基于某一种标准的进行审核，还是说所有的在那段时间里边的
通过的庇护的人都要重新进行面谈，让他们提供社交媒体的信息。有的人他拿到了身份以后，根本就不害怕回到中国，甚至跟国内有做生意有往来，可以来回的很自由的来回。我们说是比如说中国人吧，来回到中国去，即便他们通过虚假的申请获得了美国的身份，但是他们却继续的把对专制独裁、为专制独裁较好的这种价值观又带到了美国，那是应该取消他们这样的一个庇护申请，因为本身就是虚假的。所谓的同乡会，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通过庇护获得身份的，那么拿到绿卡或者拿到公民以后，他们就以为这个已经是身份已经没问题了，所以他们能够肆无忌惮的能够在这个所谓的特定的场合，说欢迎国家领导人呐，庆祝中国的国庆啊，举着国旗，然后宣扬这种对独裁的这种支持。我觉得这样的人的话呢，是应该是对他们过去的身份进行调查。上个月底，美国政府宣布把2026财年的难民接收上限设定为7500人，创下历史新低。一般的话呢，就是一个庇护能够获得批准有2个原因嘛，一个是在面谈或者在法庭的过程中，你的陈述，法官也好，移民官也好，认为是真实的、是可信的，他就会批准。当然了，还需要一些相关的证据来进行证明。比如说，你说你自己遇到过什么事情，有的人被抓过，那么有没有逮捕证呢？有没有释放证呢？有没有判刑呢？有没有这个判决书啊？类似于这样的证据呢，当然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根据最近一项跟踪政府移民数据的报告显示，美国政府过去2年内对庇护难民申请的批准率直线下降。批准率的下降从拜登任期内就已经开始。2024年8月的批准率是38%，比前一年降了12%。后来川普上任，这个趋势进一步延续和加快，1年内降了19%，到今年8月，批准率已经不到2成。新唐人电视台记者王姿怡美国采访报道。一名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近日警告英国，应该禁止中共企业介入它关键基础设施的建设。他指出呢，北京对英国的能源、水务、运输和通信等领域呢，已经构成了压倒性的安全威胁。目前，多家与北京政权有关联的企业已在英国战略性资产中持有股份，包括中方公司在英国大学钢铁行业以及希斯罗机场。其中，来自北京的投资者拥有希斯罗机场约10%的股份。英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在英国公开投资的总额约为43亿英镑，但实际金额可能更高。没有披露身份的这名美方高级官员指出，在华盛顿看来，对西方最大的网络威胁绝大多数来自北京，其资源规模和能力已经超过了俄罗斯、伊朗或其他敌对国家。他特别提到代号为“盐台风”与“福特台风”2起中共政权支持的网络黑客行动。据信，在这些黑客行动中，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很多区域都已经遭到了中共黑客的长期渗透。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对北京的立场近期受到诸多批评。上周，在威斯敏斯特间谍案被撤销后，军情5处罕见地向议员发出警报，称外国间谍十分活跃。Our intelligence agencies have warned that China is attempting to recruit and cultivate individuals with access to sensitive information about Parliament and the UK government. MI5 have stated that this activity is being carried out by a group of Chinese intelligence officers, often masked through the use of cover companies or external headhunters. Let me speak plainly. This activity involves a covert and calculated attempt by a foreign power to interfere with our sovereign affairs in favour of its own interests, and this government will not tolerate it. 据《每日电讯报》报道，这名美方高级官员还认为，仅靠防御还远远不够，必须采取更主动的方法集体反击。英美的安全和保障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为许多为英国的关键基础设施提供服务的公司，也在为美国或者是美国公司提供服务。目前，英国网络安全部门正在与美国及五眼联盟成员密切合作，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提升关键资产的韧性，强化对中共渗透风险的防御。新唐人电视台记者田心，美国报道。周二，俄乌和平出现了重大的进展，乌克兰方面已经基本同意了最新的和平协议框架。泽连斯基表示呢，结束战争的步骤已经变得可行，但依然需要和川普总统讨论一些最棘手的问题。外界普遍认为呢，就是一些和领土相关的问题。
川普总统则称呢，结束俄乌战争的进展正在加速，并已经派出特使前往莫斯科。І тепер перелік необхідних кроків для закінчення війни може стати працездатним. 美国和乌克兰周一结束了在日内瓦的和平协议谈判。有美国高级官员周二告诉媒体，尽管还有一些细节需要商讨，但乌方已经同意了和平协议框架。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局长乌梅罗夫也证实，双方已经就讨论的核心条款达成共识。Після Женеви пунктів менше, вже не 28, і багато правильного враховано в цій рамці.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新提案的方向是正确的，但他还要与美国总统川普讨论敏感和最棘手的问题。外界猜测，泽连斯基所说的最棘手的问题，指的正是领土问题。乌克兰希望本周就能安排美乌两国总统会面，好让俄乌和平协议尘埃落定。川普总统周二在感恩节火鸡赦免仪式的讲话中表示，他认为离达成俄乌和平协议越来越近了。I've also ended 8 wars in 9 months, and we're working on that final war. It's not easy, but I think we're going to get there. I think we're making progress. 川普当天发文表示，为了最终敲定这项和平计划，我已经指示我的特使威特科夫前往莫斯科与普京总统会面。同时，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也将与乌克兰方面会面。川普还写道：“我期待着尽快与泽连斯基总统和普京总统会面，但前提是结束这场战争的协议已经最终达成或进入最后阶段。”在结束了与乌方的谈判之后，周一晚，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马不停蹄地飞往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与俄罗斯官员举行了会谈，会谈一直持续到周二。预计德里斯科尔也将在阿联酋与乌克兰军事情报局局长布达诺夫会晤。周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重申了俄方的立场。Тогда мы будем смотреть, потому что если там будет выморан дух и буква Анкориджа по тем ключевым пониманиям, которые мы зафиксировали, то, конечно, это будет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о другой ситуация. 普京此前对美国提出的28点和平计划表示欢迎，但分析认为，由于俄乌间仍然存在巨大分歧，莫斯科不太可能接受基辅批准的修订版协议。就在美国政府加速推进俄乌和平进程之际，基辅居民又经历了一个不眠夜。近500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周二凌晨袭击了基辅及周边地区，爆炸声此起彼伏，至少6名平民不幸遇难。居民大楼燃起熊熊大火，残酷的现实让乌克兰人陷入绝望。Я не думаю, що переговори і стільки загинуло сьогодні тільки в Києві. Таке творить. Я не вірю. Просто не вірю. 俄军夜间还攻击了罗马尼亚边境附近的多个乌克兰港口。罗马尼亚国防部证实，有俄罗斯无人机闯入了该国领空，深入程度前所未有。罗马尼亚和德国的北约战斗机随即紧急升空，追踪并试图击落入侵目标。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易静综合报道。近日，美国306名哈马斯恐袭的受害者和家属集体控告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贸易平台币安及其创始人赵长鹏，指控其在知情的情况下依然替哈马斯、真主党等恐怖组织洗钱。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动袭击，杀害了约1200人，并将251人掠为人质。这次恐怖袭击的受害者及家属指控，币安为哈马斯转移了上千万美元资金。根据周一公开的诉状，原告指控，2023年11月，币安承认违反联邦反洗钱和制裁法律，并支付了43.2亿美元刑事罚款，但之后仍持续为哈马斯洗钱。本案306名原告是在哈马斯恐怖袭击中受害的美国人，包括遇害者、伤者与遭绑架者的亲属，以及后续遭其他恐怖团体攻击的受害者。原告指控，币安在知情的情况下，仍允许被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包括哈马斯、真主党、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和伊朗革命卫队，通过其平台转移超过10亿美元的资金，其中有超过5000万美元是在10月7日恐怖袭击之后转移的。
诉状中写道，币安故意将自己打造成非法活动的避风港，直到今天，没有迹象表明他已实质性地改变了核心商业模式。在这起诉讼中，原告寻求赔偿性补偿、3倍的损害赔偿以及其他补救措施。该诉状已在北达科他州美国联邦法院提交。诉状中指出，至少有2笔可疑交易通过北达科他州金德雷德的线上 IP 位置进行。另一些原告则在曼哈顿联邦法院提出诉讼。他们在诉状中指控，币安和赵长鹏多年来为哈马斯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提供了隐秘的募款与非法交易渠道。原告律师里沃洛斯基在一份声明中说，当一家公司将获利置于最基本的反恐义务之上时，他就必须被追究责任，而且他也将会被追究责任。此前，币安创始人赵长鹏承认违反了美国反洗钱相关法律，在服满4个月刑期后，于今年10月23日获美国总统川普赦免。新唐人电视台记者赵凤华综合报道。好，下面是今天的国际聚焦。11月24日，主办方揭晓2026年新年水晶球。第9代水晶球为迄今最大，直径12.5英尺，重12350磅，由5280颗圆形沃特福德水晶与 LED 灯组成，水晶数量为前一代的2倍，呈现无限喜悦、光明与开始主题。自1907年开始，纽约时代广场的跨年夜水晶球降落仪式，每年吸引数百万人到现场参与倒数迎新，已成为传统庆典。英国政府宣布，自11月25日起，对自中国进口的生制柴油征收反倾销税。因调查发现其以不公平低价销售，并对英国企业造成实质损害。受影响企业包括 Argent Energy 和 Olico。新措施对卓越集团及合作出口商征以14.79%税率，其他出口商则为54.64%。美国国会中共委员会日前致函亚马逊，要求其标明每件商品的原产国，并点名中国 TP-Link 公司，因其路由器及智能家居设备占美国市场65%，且存在重大安全风险。议员要求显示美国零部件比例、卖家身份等信息，防止中国商品被误标，强调透明标示关乎消费者选择、国家安全及支持美国制造业。信中还敦促亚马逊需于12月15日前书面回复，并提供其整改计划与时间表。此前已有针对 TP-Link 路由器的禁售呼声。11月24日，意大利金融警察突击搜查亚马逊2处物流中心，调查一桩涉逃税高达12亿欧元的中国商品走私案。警方扣查约50万件商品，并指数10家与中国相关的空壳公司涉案。检方怀疑亚马逊成为逃税商品流入意大利市场的特洛伊木马，并已确认其米兰总部负责境内物流主管的身份。调查或将扩大至整个欧盟。巴黎检方11月25日公布，再有4名年龄31至40岁的嫌犯因卢浮宫10月珠宝大劫案落网，价值1.02亿美元的珍宝仍下落不明。法媒指，其中1名39岁男子疑为实施白日抢案的第4名成员。此前已有3名嫌犯被控有组织盗窃与共谋，并在现场或相关物品上留下 DNA。另有1名女子涉协助犯罪。整起犯案从闯入阿波罗画廊到得手逃逸，仅耗时8分钟，引发外界对卢浮宫安保的质疑。今年的感恩节呢，将迎来一波破纪录的出行高峰，有将近8200万人计划自驾或者是搭飞机出行。同时呢，汽油价格的下跌让更多的人决定开车出门。另外呢，极地涡旋也将在未来几天带来低温和大雪，所以出行的朋友请做好防范准备。美国汽车协会 AAA 的数据显示，周二全国普通汽油的平均价格约为每加仑3.55美元，略低于去年同期水平。盖斯巴迪预测，油价还会继续下跌，感恩节期间的平均油价将会降到每加仑3.2美元。这对于想要自驾出行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AAA 预测，从现在到下周一将迎来感恩节假期创纪录的出行高峰，预计将有近8200万人到离家超过50英里的地方旅行。
其中近90%的人可能会选择自驾游，还有约600万人选择搭乘飞机。Expect a little more volume, expect some delays, expect some cancellations. 之前的政府停摆让航空旅行面临很多困难，而这种影响可能将延续到圣诞节，这也让很多人对搭乘飞机心存疑虑。根据航空分析公司 Cirium 的数据，截至11月24号，5天假期期间的航班预订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4.48%。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鼓励旅客应该保持信心，同时提醒要做好准备，应对机场繁忙和潜在的天气问题。专家建议，在理想的情况下，应尽量选择直飞航班；如果没办法直飞，则需要了解机场的转机流程以及可能遇到的挑战，制定好备选方案。So think like Scottsdale to Las Vegas, or Chattanooga to Nashville, or Philadelphia to Newark. That's where we tend to see the most delays in the U.S. 另外，美国国家气象局11月23号发布警告，受极地涡旋的影响，在感恩节期间及之后，全美大部分地区将迎来低温和大雪，这可能给创纪录人潮的节日出行造成严重影响。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付宇综合报道。说到感恩节呢，美国历史上的第一届感恩节是在400多年前，当时来自英国的清教徒们在丰收的秋季邀请美洲的原住民共享食物，以感谢上帝和原住民们的帮助。而他们制定的5月花号公约呢，也为美国宗教自由的基本国策奠定了基础。对今天的美国人而言，这段历史是值得感恩和铭记的。1620年9月，一群虔诚的清教徒为了逃避英国的宗教迫害，登上了名为5月花号的船，跨越大西洋来到现在的马萨诸塞州。然而，第一个冬天极为严酷，再加上食物短缺、疾病肆虐，船上只有1半人活了下来。他们也因缺乏耕作经验而面临重重挑战。后来，当地的波托克塞特族人伸出援手，教他们种玉米、捕鱼和狩猎，并促成他们与瓦姆帕诺亚格部族结盟，使清教徒得以在新大陆生存下来。1621年11月，当清教徒首次玉米收成成功后，州长布拉德福举办了为期3天的庆典，邀请原住民一同参加，以感谢上帝和他们的帮助。这次庆典被视为美国的第一次感恩节，而火鸡则成为后来逐渐形成的传统食物之一。1863年，美国总统林肯在内战期间宣布将感恩节定为全国性的节日，希望借此团结国家。直到1941年，美国国会才正式将每年11月的第4个星期四定为感恩节。为了建立和谐共处的社会，清教徒还制定了5月花号公约，承认人民的自我治理权利来自神而非人，因为他们相信信仰能引导对所有人都有益的良好治理。事实上，这些原则启发了托马斯·杰弗逊以及独立宣言的签署者，帮助他们奠定了建国基础，也就是自我治理、私人财产、基督教道德、勤勉精神和宗教自由。然而，许多人对这段历史并不熟悉，不知道那些为信仰自由横渡大西洋的人所做的牺牲，也不了解他们留下的宝贵遗产。5月花号公约是北美首次尝试建立自治政府的文件，也成为后来美国宪法保障宗教自由的重要基础。这段历史所承载的精神，至今仍值得被了解与传承。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刘佳佳，美国报道。中国大陆不少地方呢爆发了来势汹汹的流感潮，而且呢病毒致病力强、传播快，大量的儿童中招，医院挤爆，学校停课，各方担心呢新冠疫情是否又卷土重来。最近呢，中国大陆的疫情呈现了快速上升的趋势，流感病毒进入高发期，儿童成了感染的重灾区，很多地方的学校出现了停课潮，儿童医院更是挤满了小患者。专家表示呢，目前的这个病毒株致病力更强，传播速度也更快，并且还没有特效药。那么各地大白肺和猝死者不断的攀升，民间强烈的担忧新冠疫情是否会卷土重来。最近，中国的流感病毒传播速度非常快，在检测出的流感病毒阳性标本中，官方称主要流行的是甲型 H3N2 毒株，相较于去年流行的甲型 H1N1 毒株，其致病力更强，更容易造成传播，并承认没有特效药。流感和普通感冒不同的是，
其传染性很强，往往在流感高发季节会引起集体发病。据大陆社群平台上流出的影片和贴文显示，全国多地医院爆满，有大量儿童和青少年染病，其症状为高烧不退，且病情发展极快。大陆媒体报道，近日福建一名儿童突然发烧到40度，并且伴随着腿疼、喘不上气。在此之前，浙江一名12岁女孩仅发热1天，左肺就变成了白肺。11月10号，河南濮阳一名3岁男童感染流感，不到1天就去世了。消息在网上引发众多家长的担忧。孩子感染以后症状会偏重，就几天之内或者是几小时之内，病情变化都非常快。目前，北京、天津、广东等地已进入呼吸道传染病高发期，其中广东的门急诊流感样病例检体流感病毒阳性检出率为36.69%，创下新高，但真实数据恐怕更高。11月21号，中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彭志斌在新闻发布会上称，当前中国的流感已进入快速上升阶段，有的省份已经达到了高流行水平。从上周开始，全国多地出现停课潮。据大陆媒体报道，天津、广东、浙江、吉林、江西、内蒙古等地，从幼儿园到中小学都出现了因学生集中发热、班级缺勤率过高而采取紧急措施。也有很多人，很多年轻人比较年纪小的各种病原来都没有的现象。随着病毒的肆虐，各地成年人猝死者也在不断攀升，30多岁的、40、50岁的比较多。这次感冒特别严重，说走都走啊，劲儿都不大，三肾百肺没了，50多岁。疫情过后，人的生命感觉特别脆弱了，年轻的一个个都走了，30岁、40、50岁、50、60岁，说没都没，这是多数啊。有大陆医师提醒，从今年的就诊情况来看，病毒、细菌、支原体混合感染导致的肺炎较多。因多种病原体混合感染，患者如果不及时治疗，就可能发展为白肺。广东疾控中心1周前曾发出紧急提醒，宣称人员密集的集体单位存在发生爆发疫情风险。民间质疑，这会不会是新冠病毒卷土重来？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唐瑞、熊斌采访报道。好，下面是今天的两岸扫描。11月24号，网传有人开车冲撞北海市政府门口，遭官方阻击，现场传出密集的撞击响声，但消息遭当局封锁，事故真实原因不明。有分析认为，中共政治高压加上经济下行，引发民怨沸腾，社会冲突频发。离中国新年还有2个多月，中国多地已经出现农民工提前返乡潮。据知情人士消息称，中共要求地方政府强化返乡务工人员所谓的舆情监测，排查不满情绪，防范群体事件。中国问题专家认为，农民工不满生活、年底遭欠薪等因素，可能引爆连锁反应乃至大规模抗议，这让中共高层十分恐惧。11月25号，中国大陆影视演员同桌发布求助信息显示，本月13号，他表弟在外出工作后失联，家人通过各种方式发现，其表弟最后一次出现的位置是在柬埔寨班迭棉吉省一带。该消息当天登上微博热搜。中国大陆媒体报道，从线上线下对20家商铺随机采购的21件金银首饰样品送去检测，结果令人震惊，有17件镀层厚度不达标。其中，广州一家饰品批发市场的一副耳钉样品，明确标注的是 S925银，但其表面主要成分元素却是镉，而且含量超标9000多倍。专业人士表示，镉是一种1级致癌物。该消息引发公众对中国产金银饰品安全的担忧。据明汇网近日报道，位于湖南省株洲市攸县王岭镇湖南省王岭监狱是集中关押迫害湖南省男性法轮功学员的地点，其中10监区现更名为严管监区。为了达到100%的所谓转化法轮功学员，迫使他们放弃修炼，监狱操控纵容犯人肆无忌惮地在精神和肉体上摧残法轮功学员。从1999年以来，中共采用极其残忍和灭绝人性的手段，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火山爆发所产生的火山灰云严重影响了航班的运行，因此呢，2家印度的航空公司取消了部分的航班。
印度航空和阿卡萨航空表示呢，由于埃塞俄比亚火山爆发造成的火山灰云影响了航班的运行，周二他们取消了部分的航班，很多的旅客的行程受到了影响。埃塞俄比亚的海里古比火山于周日首次爆发，火山灰柱高达14公里。ये जो वोल्केनिक आश है, इसका इम्पैक्ट सिर्फ अपर ट्रोपोस्फियर यानी 8.5 किलोमीटर से 15 किलोमीटर हाइट तक जो एटमॉस्फेरिक लेयर होता है वहां देखने को मिल रहा है और इसका इम्पैक्ट यही होता है कि जो एयरक्राफ्ट ऑपरेशन है इसमें प्रभावित हो रहा है फ्लूम की वजह से। इसलिए भारत मौसम विज्ञान विभाग काल दोपहर से हमारा जो मुंबई, कलकत्ता और दिल्ली में मेट्रोलॉजिकल वॉच ऑफिस है एविएशन पर्पज के लिए, इनके जरिए सभी एयरपोर्ट्स को हम सिग्निफिकेंट मेट्रोलॉजिकल इंफॉर्मेशन फॉर वोल्केनिक आश जारी कर रहे हैं, रेगुलर अपडेट हो रहा है।印度航空表示，根据航空监管机构的指示，周一和周二共取消了11个航班，以对飞越部分地区的飞机进行预防性检查。较小型的阿卡萨航空也取消了原定这2天飞往中东的航班，包括吉达、科威特和阿布达比等地。मैं ग्रीस ਤੋਂ ਇੰਡੀਆ ਆਉਣਾ ਸੀਗਾ ਤੇ ਮੇਰੀ ਸਟੇ ਸੀਗੀ ਬਖਰੀਨ ਔਰ ਉੱਥੇ ਮੇਰੀ ਫਲਾਈਟ ਹੋਈ ਆ ਡਿਲੇ 2 ਘੰਟੇ ਲੇਟ ਹੋਈ ਇਹਦੇ ਕਰਕੇ ਵੈਦਰ ਕਰਕੇ। ਉਹ ਕਹਿ ਰਹੇ ਵੀ ਇੱਥੇ ਦਿੱਲੀ ਦਾ ਵੈਦਰ ਨਹੀਂ ਸਹੀ ਸੀਗਾ ਤੇ ਮੌਸਮ ਧੁੰਦ ਕਰਕੇ ਲੈਂਡ ਨਹੀਂ ਕਰ ਸਕਦੇ ਸੀਗੇ, ਉਹਦੇ ਕਰਕੇ 2 ਘੰਟੇ ਲੇਟ ਹੋਈ ਫਲਾਈਟ ਸਾਡੀ।追踪网站 Flight Radar 24显示，周二火山灰已经覆盖巴基斯坦部分地区及印度北部，此前曾跨越也门和阿曼。印度气象局表示，火山灰正在往中国方向移动，预计当地时间周二晚上7点半前会离开印度上空。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刘佳佳综合报道。好，下面是今天的财经快报。美国商务部周二公布，9月全国零售额增长0.2%，低于经济学家预测的0.4%，也低于8月的增幅0.6%，但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3%。结合9月通膨率3%，失业率4.4%，让经济学家认为美国 GDP 增长强劲，但中低收入家庭购物有些畏手畏脚。今年第4季股市出现回落，经济学家担心高收入家庭会缩减开支，预测整体消费者支出增长将放缓。但今年黑五前后7天将有破纪录的1.87亿美国人购物，显示经济非常健康。周二，消费电子商品巨头百思买上调全年业绩预期到416.5亿美元至419.5亿美元之间，预计调整后的每股收益在6.25美元到6.35美元。同时预计全年同店销售额增长0.5%至1.2%。在公司财报会议上，执行长巴里表示，过去3个月，顾客购物行为显示，消费者大量购买新电脑、游戏机、智能手机以及耳机等，乐意升级自家的科技产品，但购买家电和家庭影院的人数减少。百思买今年第3季同店销售额增长2.7%，是过去4年来最高涨幅。周二，瘦脸书母公司 Meta 计划在2027年斥资数十亿美元购买谷歌人工智能芯片，打造资料中心。消息的影响，英伟达股价下跌超过4%，超微半导体股价下跌超过8%。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股价盘前暴涨4.1%至326.7美元，让公司市值逼近4万亿美元大关。但开盘后 ，Alphabet 股价上涨后大幅下滑，尽管依旧表现亮眼，但距离4万亿市值俱乐部越来越远。人工智能芯片竞争日趋激烈，除英伟达、超微半导体和谷歌，亚马逊和微软也拥有人工智能芯片。美国白宫管理和预算局长斯科特·库珀近日公布，今年联邦政府的文职人员离职总数为31.7万人，新招募人数为6.8万人，联邦文职员工总数现在是210万人，减员目标超过预期。库珀宣布，新一轮人员调整将聚焦于保留真正必要的职能，同时全面审查外包制度。他指出，政府聘用的外包数量是员工的2倍，每年支出是全职员工薪酬的3倍。其中不乏一些披着承包商外衣的永久引子编制。一位资深的空姐告诉我们，在上飞机之前，有一件事情最好要先做了。到底是什么事儿呢？接下来，资深空姐的9大飞行小贴士。
在搭飞机前该准备些什么呢？机票、护照、行李，还有一件事啊，是很多朋友都会忽略的，那就是洗头。一名丹麦的空姐呢，最近在网上分享了她的快乐飞行的秘诀。看完之后啊，您就会知道，在旅行途中的清爽感，能让你的旅程变得更加舒适、更加宜人。没错，这位飞行经验丰富的空姐名叫莱达尔。她在影片中分享了自己的9个登机礼仪和穿搭建议，能够帮助您既舒适又得体地走下飞机。第一点就是洗头洗澡。莱达尔说，头发脏了没洗澡，浑身都会散发异味，加上机舱又是一个密闭空间，不清爽的气味不但会让自己不舒服，也会让邻座感到痛苦，而且很丢人。所以说，为了你的邻座，也为了你自己，登机之前一定要记得洗个澡哦。第二点是避免穿飘逸的长裙，因为这样宽大的衣服会碰到飞机的厕所地板，那么你可能会后悔，因为地板实在是太脏了。第三点是不要穿紧身裤或者是牛仔裤，因为客舱的气压变化会让身体轻微的肿胀，紧身衣服会让人感到非常束缚。第四点是可以穿一双压力袜，长途飞行时穿着压力袜，透过轻柔的压力作用，可以促进腿部血液循环，减轻肿胀，防止形成血栓，还能够降低静脉曲张的风险。第五点是避免使用味道浓烈的香水，密闭的机舱中气味难以散去，有些乘客可能会过敏。第六点是不要打赤脚，厕所地板上可能会有尿液，光脚走动既不卫生也不安全。第七是避免穿有钢圈的胸罩，因为长时间飞行会让胸部压迫与不适。第八点，不要佩戴太多的珠宝首饰，过多的饰品容易在安检时被拦下来。最后一点就是不要穿连身衣，虽然看起来很时尚，但是在狭小的机舱厕所里真的非常不方便。看来下次登机之前，除了收好你的行李之外，也别忘了给自己一个干净清爽的着装打扮，让你的旅程既能够愉悦自己，也能够愉悦他人。我觉得这个空姐说的很多都是 common sense 嘛，是吧？就希望这个感恩节假期呢，大家都能有一个舒舒服服、干干净净的旅行体验。好，感谢佳音，也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